寿命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，无论多么富贵，多么有权势，在寿命终结的时候，依旧要和这个世界告别。神仙都拥有着无边的法力，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。随着神仙越来越多，神仙体系的相互融合也使得有了非常细致的划分，神仙的世界也进行了融合和重塑。但其实神仙也并非可以永远生存下去的，即使没有因为外部原因而导致神仙的陨落，自身的寿元也会对神仙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甚至于当神仙的寿元被消耗一空的时候，也会和凡人一样走向死亡。于是在天界中有着一个又一个长生不老的方式，而且这些方式都有迹可循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先点赞、追踪加小铃铛，可以了解到更多世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《西游记》中记载的一段，孙悟空从菩提老祖那里习得了长生之术，回到花果山中却依旧遭遇到黑白无常的追捕。孙悟空对他们说，我现在修成了仙，就不归地府管辖了。可是之后阎王却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玉帝，说凡间有个猴子不听从地府的拘唤。这也就说明即使修成了仙，一样也会死，而且死了之后也归地府管辖。一个神仙的寿命到底有多久呢？关于这个说法不尽相同，经过多方面的统计，我们也可以有个大致的判断。在神仙体系中，神仙是有一定等级划分的，就比如《封神演义》中记载的一般，神仙分为5等：混元大罗金仙、大罗金仙、太乙金仙、真仙和玄仙。这5个等级的神仙修为不同，法力相差非常大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5种神仙的寿元也有高有低。大罗金仙在记载中就已经是不死不灭，寿与天齐了。但这个寿与天齐并非真的可以长生不老，因为这片天地也是有寿命的，只不过可以活得相对久一点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如来佛祖对孙悟空讲述过玉帝的寿命，他自幼修持，苦历过1750劫，每劫有129600年，也就是说玉帝活了22680多万年，寿命可以说是非常悠久的了。而之所以玉帝每129600年会遭一次劫，是因为在古代的神仙体系中，这个时间算作1元，时间结束后天地会重新合并在一起，等待下一次的开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盘古以外，还有很多人开辟过天地，因为盘古是第一个开天辟地的，之后每次都需要有一个实力非常强的神仙去开天辟地。而所谓的寿与天齐，也不过就是能有1元的寿命而已。这还是大罗金仙，如果是土地公等一众小仙，寿命更是只有短短的几百年。那么这些神仙都是依靠着什么来维持自己寿命呢？这就要说起大家最感兴趣的，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了。对于长生不老的描述，依旧还要参照《西游记》当中的文献，因为讲的最详细的还要看这本书。这里罗列了5种长生不老的方法，其中有一种凡人也可以做到，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方法吧。1. 唐僧肉。说到长生不老，大家肯定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唐僧肉。唐僧作为金蝉子转世，佛法加持己身，据说吃了他的肉便可以长生不老，这也让妖怪们垂涎不已。不过关于唐僧肉真的能否长生不老，也只是妖怪们之间的传说，毕竟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吃过唐僧肉，那就是沙僧。沙僧虽然吃过9次唐僧肉，但在《西游记》中记载，必须是金蝉子第10次转世之后，才会让他的肉有长生不老的功效，因为必须连续10世的积德行善才行。所以沙僧虽然吃过9次唐僧肉，自己的寿命却没有增加一点，这也是从来没有人能做到的。所以直至今日，吃唐僧肉是否真正可以长生不老，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。2. 天地异宝。何为天地异宝呢？蟠桃其实就算一种。关于孙悟空偷吃蟠桃的故事，大家也都了解，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。据说这蟠桃也要9000年才能吃一次，根据品种的不同，蟠桃的功效也不一样，最低的也可以让凡人成仙得道，中等的可以让人霞举飞升，
上等的吃完之后，直接成为大罗金仙授予天齐。不过蟠桃毕竟是天庭的宝物，不要说凡人了，就连地上的土地公和山神之类的都无缘得见，太稀罕了，也不知道具体能增加多少寿命。另外，关于天地异宝的典故，就是人参果了。镇园子有一株人参果树，据说也蟠桃的功效相差不大，吃了之后也能让人白日飞升，非常的神奇。当孙悟空真正看到人参果时，书中是这样描述的：那行者已在树下往上一看，只见向南的之上露出一个人参果，真个像孩一般。原来尾尖上是个气地，看它钉在枝头，手脚乱动，点头晃脑，风过处似乎有声。所谓气地，就是瓜果的果实和枝茎接连的部分，果子熟透了的话，地就会断开，果子就会落地。人参果的地就在尾尖，也就是人的尾骨处，因为人参果跟小孩一样。孙悟空看到人参果钉在枝头，手脚乱动，点头晃脑，也就是说人参果的手脚还能动，甚至脑袋也能动。3. 仙丹。上面提到的那些天材地宝毕竟是世间少有的东西，想要得到非常的困难，基本上都被有权有势的神仙垄断了。就好像玉帝一样，稀罕的蟠桃自己有一个果园，其他神仙想见上一见都难。相比较之下，炼丹就比较符合众神仙了。在《西游记》中记载，孙悟空大闹兜率宫的时候，太上老君的丹药都是分类好的，这一个柜子是增加修为的，这一柜子是增加寿命的，不料这些丹药全被孙悟空变成泥丸给吃进去了。4. 生死簿。影片开头讲了，生死簿并非单纯的掌控凡人寿命，凡是在3界之内5行之中的一切生灵都会被生死簿记录在案。想要脱离生死簿，要么自己修为的确高的不行，自己跳出3界，就好像3清4欲一般，要么就直接自己从生死簿上划掉。将名字从生死簿上划下来有2个办法，第一个办法就是天庭直调，也就是天庭将户口都调走了，你就不归地府管辖了。这件事孙悟空也做过。最后一种也是凡人有机会实现的，那就是修炼。想要长生不老，苦心修炼也是一种办法。人可以修炼成仙，仙也可以修炼成神，一直修炼到玉帝和如来佛祖这种等级的，就可以真正的长生不老了。但是这种修炼非常的慢，很多神仙还没有修炼到这一步，自己就因为寿元到头死掉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同孙悟空一样，修炼个长生不老术。但是这种长生不老术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每500年就需要遭受一次天灾，一共要遭受3次才能够长生不老，也就是修成大罗金仙位。而且这3次天灾非常的难熬，也就孙悟空是个石猴，菩提老祖敢传给他，换成其他的肉体凡胎根本撑不过去。所以这一点凡人来说，先不要想着长生不老，而是能否修炼成仙吧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可以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。